豪门正统在海天，原汁豪肉熬出鲜。感谢鲜豪鲜熬真材实料的海天豪油冠名播出。感谢柠檬也能嚼着喝，只要3口就上头的优酸乳嚼柠檬联合赞助播出。本节目由重磅升级久维营养全覆盖的新一代飞鹤卓瑞奶粉赞助播出。微信搜一搜效果，来现场看更多线下脱口秀。刚点进来的朋友，你是不是也好奇，它是个啥节目？介绍一下啊，我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邀请名人来针对某一个话题进行探讨或者是吐槽的节目，目的就是让来自不同圈层的嘉宾能够真诚的交流。当然，有时候不一定有名人，但至少大家都是打开天窗说亮话的名人。有时候也不一定是吐槽。哎，那总得好笑吧？是吧？对吧？应该是吧？我努力吧。不好笑咱干啥呢？确实。我们尽量有话直说，当面说，对事不对人，把话说开。张老师，我就直说了啊，你真主持的一般呢。哎，让大家打破隔阂，撕掉标签，消除误解，互相尊重。但是我真的很尊重你，真的吗？尊的。对，说了这么多，到底谁是主咖呀？杰伦肯定是吧？李连杰也行啊。梅西能不能来？詹姆斯呢？华仔得来吧？那华仔不来没人看，能凑齐4大天王吗？刻板了，我们相信每一个敢于以真我相照的人都是生活的主咖。现在让我们共同拉开这场对话的序幕，在语言的交锋中看见彼此。名人不说外话，精彩马上开始。真的会精彩吗？张老师，会精彩吗？这不开头吗？你得这么跟观众说，不这么说谁看？张老师。有请品牌挚友范志毅，主持人张绍刚。名人不说暗话，各位好，欢迎来到由鲜豪鲜熬的海天豪油冠名播出的主咖和他的朋友们，我是主持人张绍刚，欢迎各位的光临。很高兴来到这舞台，我们这是一个全新的草台班子，新节目叫主咖和他的朋友们。我跟大家透露个秘密，节目组一开始没打算用我。本来邀请的是范志毅。如果站起来是麦掉了，张老师别紧张。我不紧张，我就说别人存在感那么强，好不好？不是掉了。您坐下来往兜里揣啊！本来刚开始真的找范志毅，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心情很复杂。找范志毅当主持人，中国主持界没人了。范志毅主持什么水平？他能主持吗？主持不了，没这个能力，知道吗？绍刚主持的蛮好的，你把他换了干什么？你告诉我啊！行，收敛一下啊！但是最后节目组还是非常理性，没有尝试这种邪修的方法，而且为了安慰范老师，还给他起了一个特别好听的 title。刚才大家是不是听到了？叫主咖品牌挚友，荒谬吗？
一个新节目，主咖都没有，哪儿来的挚友？我就看吧，咱们就不说话，看吧，咱们看他能撑几期啊？开头提了，我们节目的 slogan 叫“名人不说暗话”，这个“名”是名气的“名”，啊，名人的“名”。一方面呢，我们就希望，就是名人们啊，如果你要是有看不惯的人，你别私下蛐蛐，就来节目里面，咱们对脸当当，是吧？直接贴脸开大。另外一方面，能看出来，请来17名人，也是这个节目的一个美好期许，啊。今天我们这期呢很有意思，是说唱对脱口秀。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两个圈子好像一直不太对付？有这感觉哈？脱口秀好像老是爱调侃说唱，说唱觉得脱口秀爱蹭，脱口秀不这么觉得。哎，我们只有3种传统的出梗方式啊，谐音梗、callback、diss 说唱，对吧？2个圈子表面上看好像有 beef， 但是各位想过没？每年都有说唱歌手上脱口秀节目，而且来了就是嘉宾，我们多有礼貌。你再看一下脱口秀演员上说唱节目，一去就被淘汰，他们根本不讲仁义礼智信。我们起码占个理吧，对吧？而且，朋友们，今年新说唱豆瓣开分多少分？注意了吗？4.7。哎，就这评分，俩脱口秀节目谁都打不过。这就别说脱口秀是蹭你们的热度，我们这叫送温暖，是吧？是。也不用点头点得这么使劲儿，因为一会儿可能有说唱的朋友来，那个时候好像就有点难以收场。所以刚才我们说的这些话都是开玩笑，是吧？没有谁蹭谁的热度啊，互相调侃，彼此借力。如果大家都开得起玩笑，没准能成为朋友，是吧？下面我们就把今天的朋友请出场。首先，让我们来欢迎远道而来的4位 rapper， 他们是。排名中惊喜出的冠军 ，From Westside Baby Start。新一传不腻，出场即加成 ，From Dream Music Group Baba。说唱圈重量级歌手，来自国内各大综艺的爱不接力。最后欢迎差不多够狠的上艺术家，差不多先生 MCR 的哥哥。来，让我们把热烈的掌声送给4位优秀的 rapper。那么今天我们要对的是谁呢？今天他们要对的是主场作战4位爱凑热闹的普通脱口秀演员。让我们掌声欢迎小齐、步惊云、何广智、哈曹。
呢，张老师？台面呢？朋友们，缺心眼。朋友们，真的是经费有限，咱们把有限的经费，咱们用在客人身上，没问题吧？好吧，差不多得了，四位，行吧，来吧，行吧，这个效果可以，来用掌声给他们一些效果，好不好？来，让我们再次欢迎小齐、步惊云、何广智、哈曹。好的。谢谢啊，你也很帅。好帅。说我呢？有演过。我们这届观众的审美啊，哈，可能有人发现了，我们节目叫主咖和他的朋友们，但是大家发现场上没有专门设那个主咖的位置啊，但是保不准啊，哪期真的就来一个大明星，他就值得当主咖。我们会请不同的话题、不同维度的嘉宾来互相吐槽，也可能每个嘉宾明显都当不了主咖，但是每期我们都会找一个嘴硬的理由啊！所有嘉宾表演结束之后，各位现场的朋友统一投票，选出一位本场的 Talking， 没有任何奖励，只有一个便宜的奖杯和现场观众的认可呀。今天我们这些嘉宾呢，有的朋友熟悉，有的朋友可能有不熟悉的。为了让大家有个初步的认识，按照惯例，我们先来看一段 VCR。流行文化大擂台，有嘴你就来。脱口秀和说唱这两队有缘千里来相会，互相用幽默 PK。可以看到双方的各项属性都很相似。首先门槛都不高，当然还是脱口秀门槛更低，每个人都可以做5分钟脱口秀演员。都号称 real， 但出名了以后，脱口秀追求好笑，但现在都在表达。棺材都被逼得上价值了。说唱追求表达，但现在都在搞笑。都有需要解释的英文单词。这个叫 flow callback， 这个叫 drill callback DJ callback。好吧，有一边并没有那么多，但我们这个技巧就叫 callback。就连两边的嘉宾反应都一模一样，你根本分不清他们在录哪个节目，简直是文娱界的灵珠和魔丸相爱相杀。我先磕了。双方最大的不同就是，说唱最讲究仁义礼智信，脱口秀一样都没占，双方也因此互相说了点不太中听的话。先是小齐硬蹭艾弗杰尼，艾弗杰尼跟谁攒的呢？感觉跟 rapper 在对着你那种，还在微博阴阳人家，视为不理。他还被艾弗杰尼邀请出演新 MV 的傻子，所以他还不治。接着是新说唱好心邀请哈哈曹参加，还把他当调哥捧。我看10遍，我就能照着全给你把 flow 做出来。那你学习能力挺强，太简单了，因为。但他转头就 diss 人家。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首先要感谢无理涛涛，视为不仁。然后是何广智，明明早就有钱了，还在编穷人段子。那有段时间我怕人设崩塌，我都不好意思打车，视为不幸。而且夺冠之后没有飞升，跑去种地，视为不火。最后是步惊云，为了上本期节目，坐月子时就在听说唱，实属不易。反观说唱歌手这边，热狗、哈圈老前辈启蒙了无数 rapper， 对业界来说很重要。Shark 高学历说唱冠军，毕业于人大，很闪耀。娃娃哪怕一直没有新的代表作，仍坚持自称我就是中国第一女 rapper， 目空一切。而且面对剩余当面玩打火机这么幼稚的行为，哪怕被烧掉睫毛也保持体面不露怯。艾弗杰尼不仅外形像坦克，舞姿也很辣眼，还很在意别人的看法，喜欢凑热闹，一边没有仁义礼智信，一边充满要切克闹。这样一看，脱口秀的格局确实略逊一筹。脱口秀并非毫无胜算，我已经让所有脱口演员进行了赛前练嘴特训，没想到声浪激起了海里的生蚝，
他们跳出海面融为一体，最后居然化作了海天蚝油。不愧是鲜蚝鲜熬，真材实料熬出鲜。不愧是把脱口秀演员们养大的海天蚝油，为我们送来了获胜的关键道具。现在我们有海天蚝油了 ，rapper 们 ，Where are you？ 究竟双方能否冰释前嫌、握手言和，尽在本期主咖和他的朋友们。别来沾边儿，就沾就沾。看完这个 VCR 之后，我们再好好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啊，热狗老朋友，来过很多次我们的节目，每次一叫就来，说明什么？说明我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纯粹，纯粹的金钱关系。前2年，热狗出了一首歌，叫《除了说唱，我什么都不会》。您太谦虚了。您这不挺会挣钱的吗？娃娃，又是老朋友，之前来的时候标签是国内第一女 rapper， 这些年上了很多非说唱的节目，而且今年大家看还上了浪姐啊，可以说多元发展。现在你知道人家的微博认证已经变成了唱作人和歌手，直接把 rapper 删掉了。娃娃，别人质疑你，质疑的是第一，没有质疑 rapper， 所以自信一点，该加的加回来，好吗 rapper？ 好的，啊，好嘞，艾弗杰尼，第1届说唱节目的季军，别小看季军啊，能成为季军很不错。我们今年的脱友都没有季军。没想到 Shark 新说唱2025的冠军，202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这2个标签放在一起还挺违和的。你就感觉吧，就是新说唱这个冠军是去人大校招的。这边范志毅老师，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位潜在主持人，前国足队员。上过1次世界杯，上过1次脱口秀节目，然后就进入了娱乐圈，又是上综艺，又是拍电视剧，所以在娱乐圈上班比在足球圈踏实哈。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这2个圈都是围城，有人想进去，有人想出来。哈哈曹，脱口秀的翘嘴鱼。今年参加了新说唱海选，全国271强。我告诉大家，为什么请哈曹来？请他来就是为了让 Shark 开开眼，让顶峰和谷底见一见，让你了解了解，就谷底的那个水渠能养出什么样的翘嘴鱼。加油啊！小齐，你还在那儿招猫逗狗呢？你别这么说自己。对不起啊，对不起。哎呀，有点飘啊！因为在脱友里面吐槽，成功引起了艾弗杰尼的注意，并且促成了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看吧，还是小齐更容易引起 rapper 的好感。就小齐开的玩笑 ，rapper 听得懂。而且不是普通的听得懂，就是那种懂 bro， 我不懂好，布姐要好好介绍。步惊云有孩子的那年，正好是说唱节目的第1年，坐月子就是听的说唱，那月子坐的比一般人都长，因为那个节目播了3月。
有身份。广智脱友第2季的总冠军，广智跟说唱圈其实没什么关系。我们为什么请广智？想没想过？帅什么呀？嫉妒了。我知道，能不能有点深层的考虑？我再问一下，我们为什么专门把没有和说唱没什么关系的广智邀来？人家说唱来个今年的冠军，我们能落后吗？第一个上场的就是广智。广智以前是编剧，今年拿到了冠军，终于可以人自己上了，我很感慨。就这个破节目，又痛失了一个好编剧啊！有请前编剧广智。谢谢，张老师终于下去了，废话太多了。大家好，我是广智啊。谢谢。首先啊，欢迎大家来我们的新节目啊。这个节目呢，名字叫主咖。看到这几个人之后呢，相信你们跟我有一样的疑惑，哪有咖呀？扫了一圈，我明白了，就主咖的意思是主要来的是小卡拉咪。导演组说没事儿，你们代表各自的行业，形成2个阵营。昨天呢，官宣的消息发出去之后呢，观众也非常积极，都表示说谁在意你们2个行业呀？今天啊，全场最大的咖疑似热狗。疑似热狗是狗吗？就这几个人，你真的分不清谁是主咖。但是没有关系啊，在我们山东饭局上有个小技巧，就你就看那个饭桌上鱼头对准谁，谁就是主位。今天没有鱼头，用狗头代替。狗哥看谁呢，谁就是主位啊。但我觉得呢，狗哥应该也看不上这几个人，因为这几个人跟热狗比都不算菜，他最多算包子，因为狗不理。狗不理。导演组这次把我们分成2个阵营呢，说是你们有什么看不惯对方的，可以互相吐槽。其实我们呢也谈不上看不惯 rap， 我们这边就是纯嘴欠，他们就是纯小心眼儿。那你们可能好奇，那为什么还能坐在一块儿呢？他们只是跟我们过不去，又没有跟钱过不去。他们虽然小心眼儿，但是见钱眼开呀。艾弗杰尼啊，人非常的不错，在娱乐圈可以说是事事有回应。周震南在综艺里说，有些说唱歌手会模仿外国人的生活，艾弗杰尼回应。潘玮柏说，偶像还是要瘦一点，艾弗杰尼回应。这种行为就跟小齐在段子里提艾弗杰尼是一样的，就纯蹭。但小齐明显连蹭都蹭不明白，人家艾弗杰尼蹭的是周震南、潘玮柏，他蹭艾弗杰尼，还真蹭上了。艾弗杰尼，你也是，连小齐都回应。小齐是个啥玩意儿啊？这就相当于一个连环追尾的车祸现场。第一辆是个法拉利，第2辆是个17年的新能源，第3辆小齐骑个共享单车躺在地上，吵着要赔钱，你知道？是这样，小齐，责任在谁咱们先不说，就小齐你都不是机动车，你跟着瞎激动啥呀？开始艾弗杰尼回应小齐，我都愣了，你知道？我说这点热度也蹭呀，还回了2次。但我后来看了小齐的段子，我觉得这把不怪艾弗杰尼，因为小齐确实点名道姓了。语言的攻击虽然造不成实质性的伤害，但那话谁听了能舒服？小齐就属于是癞蛤蟆跳脚面，不咬人，但我膈应人。艾弗杰尼属于逮着癞蛤蟆钻出水来。一边钻一边问，咱们哥们儿是不是有力气？
好，太狠了。哈哈曹一直跟我们说他也是玩说唱的，跟哈哈圈都熟。每次两边有了 beef， 曹哥就特别的高兴，站出来说可以斡旋一下。我们都信了，直到前2天前彩，没有一个 rapper 认识哈哈曹。这曹哥人特别可爱，最大的梦想是有生之年能在2个阵营中斡旋一下子，站出来化干戈为玉帛，模仿吕布辕门射戟。但是这样，曹哥，辕门射戟他必须是吕布，没有说赤兔马跳出来的。2军交战呢，跳出来个坐骑，你知道，说给我个面子，你知道，大家都很疑惑，说这匹马他在狗叫什么呀？Shark 说唱节目的冠军，没有什么人认识。他最火的歌就那首《洗牌》，你知道，可能有人听过，你知道。我真的觉得现在说唱其实没有以前火了，然后热度确实没有以前高了，整体水平我觉得也不如以前了。然后只有 Shark 一个人还在那洗牌呢。我觉得一副牌3、4、5、6、7、8、9、10勾圈坎尖大小王都在，这叫洗牌。你整一堆3、4、5，最后洗出来一个大王，那叫洗牌吗？那叫出千。他动不动手势就这样，咋了？出千让人把手剁了。当然了啊，我们也在走下坡路啊。我们2个行业属于是在这个低谷相见了啊。我觉得这2个行业相见一定是在低谷，因为就这2拨人的德性，但凡好一点就瞧不起任何人。那就哪怕此刻今天双方都觉得自己在痛打落水狗，只有观众知道，哎，落水狗咬狗。我觉得日子都过成什么样了，还主咖呢？我觉得这个节目就应该叫胡咖，英文名我都想好了 ，Who care？ 谢谢大家。这个好，可以，无解。拍的真好，真不赖。大家千万不要被他的假象蒙蔽，就是真实的人其实是一个很善良的人，然后大量的说是什么癞蛤蟆。我觉得你这段吐槽里面最受伤害的是癞蛤蟆啊！导演老师在片尾字幕的时候要标注一下，录制过程当中没有任何一只癞蛤蟆受到伤害。下一位要上场的 Shark。哎，朋友们看我们讲究吧，是不是冠军对冠军？都是冠军相见。等一下，我们所有的安排就是我们这节目，我们节目怎么胡 care 了？下期别来了。来，下一个上场的 Shark 拿到冠军以后呢，没多久就结婚了。去年其实 Shark 也参加节目了，淘汰了，所以去年没结成。去年结婚的是新说唱2024的冠军。因为这个节目是都很奇怪，就是都是拿了冠军结婚，他们可能不知道现在结婚不用费那么大劲，现在鼓励结婚，放开了。算，Shark不跟你说这些了啊，晚了，让我们掌声有请新说唱的新郎 Shark。加油！放轻松，千万别生气，不会。他们弄得挺有样，赶紧研究一个，赶紧研究一个。研究。上个场怎么这么啰嗦呀？让我们掌声欢迎 Shark。大家好，我是 Shark。我知道大家对我们这个说唱圈有一些刻板印象啊。最近说唱上的热搜不是谁 diss 谁，就是谁有感情问题。感觉我们说唱是 diss and love。咱们这个节目不一样啊，只有 diss 没有 love。多虚伪的人来这儿都说实话。适合我。因为咱们人民大学的校训就是
实事求是。首先要真心的表达一下对脱口秀的 respect。我觉得脱口秀嬉笑怒骂，针砭时弊。在我看来，脱口秀演员都是艺术家。看看这几位艺术家，长得多像艺术品。我今年最火的歌是洗牌，是吧？那今天就从大王开始洗，怎么样？何广智，脱口秀大王。说实话，我不认识。今天这个阵容确实很像牌局，我跟广智俩王，热狗艾弗杰尼、哈哈曹小齐，4个2。哎，很多人说广智不火，那观众没有新鲜感了，能怪他吗？那冠军含金量变低了，能怪他吗？好不容易拿到冠军了，就是不火，这能怪他吗？我这完全就是为何广智发声啊，完全没有掺杂个人情绪，真没有，真没有。哎，冠军之路啊，非常辛苦，我真的替广智不值。其实证明自己不用得冠军，用嘴说就可以了。何广智，你跟娃娃学呀，你就说我就是国内第1男 Joker。接下来这位，哈哈曹，绰号叫188太子。我以为188是他今年在新说唱的排名呢，刚刚才知道他排第271。还有音效，甚至还有人说他是腾讯太子。新说唱海选就被淘汰了，就这还腾讯太子呢？啊，腾讯世界500强，腾讯太子说唱500强，是吧？咱蛙姐真的确实非常想成为国内第1女 rapper， 简单来说，想成为万妮达。万妮达江湖人称说唱武则天。娃娃，你跟人家怎么比？你穿的是新衣，人家穿的是龙袍，是吧？蛙姐还参加过吐槽大会，怎么说呢？娃娃在吐槽大会的表现跟哈哈曹在新说唱的表现差不多。哎，哇哇曹。7年前，娃娃说杨超越脸蛋漂亮只会哭，当时我分不清是谩骂还是嫉妒。前段时间刚道歉，分清了，就是嫉妒。哎，这7年杨超越越来越火，娃娃的新衣都穿成了古着，依然是她的代表作。小齐台上 diss 艾弗杰尼，下台就道歉，这不纯蹭吗？我就不理解小齐为什么 diss 艾弗杰尼。艾弗杰尼是所有 rapper 里最 real 的，要不能参加这么多真人秀吗？杰尼哥啊，你再不出歌，等你老了就只能靠走学掐烂钱了。那成啥了？那不成热狗了吗？热狗那是啥呀？热狗那是垃圾食品。接下来这位布姐，布姐是西安人，性格强势，领导有方，雷厉风行。上一个在西安这么强势的女人还是武则天。所以我觉得布姐就是脱口秀武则天。不好意思，娃娃又让你想到万妮达了。我根本没想。小齐精神小伙，娃娃精神小妹。我说实话，小齐和娃娃站在你面前，你只会觉得门当户对，般配。CP 名我都想好了，蛙七七蛙。小齐那段我看了，他模仿 rapper 那些夸张的手势动作，我第一反应就是反感，这不就是耍猴吗？跟普通人看 rapper 的感觉是一样的。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刻板印象，说唱不是这样的。大家都调侃说唱圈学历低，但我想说，才华跟学历没有关系，在音乐面前，
只要你有梦想，你什么学历都可以。当然，人民大学最可以。谢谢大家，我是人大毕业生仙儿。可以啊，完美了。跪下。你们 rapper 是每次上场下场都会这么啰嗦吗？习惯就好啊，习惯就好了。去，难怪有时候咱们说他们哈。但是非常感谢刚才 Shark 的表演啊！下一个要上场的娃娃，娃娃对脱口秀舞台不陌生，第3次来了，有请脱口秀的好朋友，随叫随到的娃娃，又来了。慢点，不着急。加油！Hello， 大家好，我是娃娃，台下的朋友们，你们好。导演找到我的时候跟我说，咱们这个节目是一个吐槽形式的新节目。我听到现在，我也没觉得有啥新意呀。没关系，你们没有新意，我有。导演还跟我解释说，哎呀，我们这次就是想用幽默去化解 beef。我听懵了，我心想，我跟你们没有 beef呀，你们也没有幽默。不会是想让我来给艾弗杰尼和小齐化解 beef 吧？那这个节目不应该叫主咖呀，应该叫老娘舅。老娘舅，老舅没来，只来了老娘。布姐，我看过你的段子，咱俩一样都喜欢帅哥，但非常可惜，我们都进了一个没有帅哥的圈子。哦，我还可以吧？五花八门。艾热，哦，对不起。米尔艾丽，我看到你，我总能想起艾热，因为呀，只能有一个艾热，往后稍了，只能。大学毕业做了说唱，给自己起名叫 Shark， 啥意思啊？你的同学都上岸了，你下海了。洗牌那个表演我看了啊，咋唱来着？洗牌是这样子吧？歌不错，但是呢，那个舞蹈我没看懂。唱歌的时候为啥？就是为啥你们一直要抓着裤子啊？是觉得这样很帅吗？别洗牌了，洗洗手吧。说完咱们 Shark 这条鱼，我再来说说咱们本场的第2条鱼——长沙翘嘴鱼，哈哈槽。导演之前跟我介绍说，今天有一个刘聪的朋友啊，但是没有火。我说没有火好呀，没有火我就放心了。我的睫毛就保住了。听说刘聪是你的好 homie， 但是你的好 homie 没有告诉你，你不适合做说唱吗？心痛了。我跟聪哥也挺熟的，他私底下我们都叫他尬别，就喜欢玩烂梗。你俩真是奇了怪了啊！他不告诉你歌难听，你也不告诉他梗太烂。你俩这个兄弟情啊，真是 love and 骗子。小齐，我谢谢你，你怼了艾弗杰尼，我们才能相聚在这里。爱听多怼。范志毅老师，我看了你在武哈里一巴掌把艾弗杰尼拍到雪地里的视频，我谢谢你。
爱看多拍。杰尼写了一首歌，里面有句歌词叫做“签了中国 JZ 比昂斯”。我当时见到他，我私下我就问他，我说：“哎，杰尼，你是不是在阴阳我们厂牌啊？”他说：“没有啊，你想多了。”我当时就惊了，我说：“哎，原来 rapper 被人贴脸也不一定要道歉啊，还可以撒谎啊。”我就做不到，我要说话，我能跪下道歉。艾弗杰尼，你这么能装，你就是国内第一男装。我的新衣穿了8年，你的男装能装一辈子。说完国内第一男装，我来说说天天戴墨镜的狗哥第2男装。说唱已经是男人最好的医美了吧？还要戴墨镜，狗哥为啥？这岁数还戴墨镜，该不会戴的是一副老花墨镜吧？你们不知道，狗哥年轻的时候人就老花了。哎，你们仔细回忆一下，你们见过狗哥摘了墨镜的样子吗？见过吗？有吗？回忆一下。我见过。这么说吧，狗哥要是摘了墨镜，就不是热狗了，是面包。太素了。狗哥摘掉墨镜可以直接去参加新说唱啊，黄子韬也未必给他链子。抱歉，哈哈曹，你的排名又下降1位。272了。有人说呀，我自封为国内第一女 rapper， 澄清一下，我不是自封的啊，我是盖封的。人家夸我是第一，我就扔了呗。那个时候我总不能心里高兴，然后嘴上说：“哎呀，哪里，你才是中国第一女 rapper。”你们要觉得我不是第一，自己去跟盖哥说去啊！微博上艾特他，盖哥的脾气我太了解了。如果你蹭他，他可能会生气，但是他要真生气了，你能蹭个大的。说唱和脱口秀其实挺像的。这2年节目一直在升级，节目数量也在增加，但是呢，越来越难火。其实呢，有的时候火不见得是好事儿，尤其是当你带着假睫毛的时候。所以呢，我想告诫在座的各位，想火的同时，也不要忘了用火安全。小火使用灭火器，大火使用消防栓。麻痹大意，量事故，小心谨慎，保平安。谢谢大家，我是消防安全宣传员娃娃。小学没事，男装。好了啊，好了。哎，他这个一套路有点受不了，是不是？哎，上来要这个样，下去要那个样，这就是套路。你看看咱们的品牌挚友都受不了了，是不是范哥？搞不懂，走路也不好，走。范哥，咱俩忍一忍啊，忍一忍。但是确实还要感谢一下这个消防宣传员娃娃，我就觉得防火意识，娃娃确实做得好，娃娃做得太好了，把自己防得严严实实，就怕自己更火。哎呀，了不起啊，特别好。多少年过去了，家人们，我们的年夜饭年年都是这套阵容，再这么上肯定不行。今年咱们必须变阵，记住，今年你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海天豪门队焕鲜新年味，海天豪门队焕鲜新年味。上场。新年有海天，年味更新鲜。下一个要上场的布姐，啊，从坐月子开始接触说唱，接触脱口秀，所以在布姐的眼里，其实脱口秀和说唱就像跟自己的孩子同龄吧。现在呢，孩子长到了欠收拾的这个年纪，而且你看很明显，
两边的孩子现在产生了一点摩擦啊，咱们就请家长吧，让家长给我们说说，好不好？让我们有请家长代表步惊云。咱得有个姿势。这多干脆啊！好了，下去吧，下去吧。Hello， 大家好，我是步惊云。谢谢张绍刚老师啊，家长身份是不敢当，我自己娃的摩擦我都解决不了。张老师才是大家长啊，这么多年对脱口秀贡献也很大，要不然节目也不会这么差嘛，对吧？笑的声音太大了。范志毅老师啊，很喜欢您在《武哈》里的表现，就特别有人格魅力，就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坚持、拼搏和顽强的精神。那个综艺可以说看得我茅塞顿开，豁然开朗。原来范老师拼搏精神一直都在，只是不在足球场上。退役了嘛。今天呢，主要是来吐槽说唱。其实说实话，就是说唱对我的影响真的很大，因为我生孩子那一年刚好是说唱节目播出的第一年，当时我在深山里坐月子呢，第一次看这么有节奏的节目，天天看太上头了，给我揍的呀！谁知道说唱这么下奶，保温瓶都用不上，孩子吃的直上火。热狗老师看到您，我非常激动，我一定要表白，真的，我十分喜欢张震岳。当然也是很喜欢热狗老师的，因为他一直戴着墨镜，保持神秘，但又频繁上综艺。你说神秘不神秘？热狗老师，神秘暴露狂。鲨鱼老师，歌比人火。洗牌嘛，我知道，我经常刷的洗牌就是那种变装视频 ，BGM 一起，紫灯一打，一个男的，洗哩哩哩，衣服洗没了。洗牌我都是半夜洗的，身材好的我让他洗20多遍。但听了这么多遍，我还是不知道牌谁洗的，无所谓了，谁会记得一个荷官的名字呢？我感觉说唱就是很洋气啊！你看他们Shark、After Jenny、Vava、MC Hot Dog， 名字都很酷。你要是 MC 广智，一听就是村头喊麦的。广智拿完冠军就去种地了，人置身在桃花坞过向往的生活，咱广智直接回到以前的生活，戴个斗笠，皱个眉头，拿个镰刀，那气质浑然天成啊！不一样的时尚，你懂吧？就是有的人的时尚，它是属于上海新天地，广智永远属于咱广大农民的宅基地。哈曹姐跟你说，你在新说唱被淘汰，你别怪人黄子韬不给你链子，你就不适合说唱，因为你太爱你的家庭了，你是真的 peace and love 啊！但我不建议你两边都沾啊。其实脱口秀跟说唱完全是相反的，就我们是自嘲、谦虚 ，rapper 是自信、张扬啊。你在咱们这儿，你可以说说我像倭瓜，这长相太委屈。但你到了 rapper 那，你就算是倭瓜，你也得很横着说，我就是倭瓜精。倭瓜精。一回来你又我像倭瓜，一到那边倭瓜精，一会儿自卑一会儿自负，走火入魔了。你听姐的，别干，链子没拿人还疯了。讲段子其实挺难的，谁都不能保证段子多好笑，但我唯一能保证的就是我的情绪一定得是真实的，我不会为了去蹭 rapper 硬拔情绪硬蹭，是吧小齐？第一排这个观众谁让你坐这么前的，去后边去。小齐快看他，对，他就是当时艾弗杰尼那个反应。毫无理由，莫名其妙，突如其来。小艾同学，在
我很喜欢你，因为你特别不像 rapper。你记不记得咱俩第一次在那个美食节目上见面？哦，我俩第一次见的时候，他上来就问姐，你当时哺乳到几月份啊？你给娃当时吃的是母乳还是奶粉？哇，一个做好父亲的急切感，都打破了人跟人的边界感。当时呢，艾弗杰尼啊，就顶着圆圆的脑袋，哎，无知的眼神就这样看着我。说实话哈，也没觉得被冒犯。但你想象一下，哎，如果是热狗老师，戴着帽子、墨镜，突然靠近我就问：“你是哺乳还是奶粉？”我当场就急了啊！我肯定抓着他，快来人啊！别让这个戴墨镜的给我跑了！艾弗杰尼，我真的很欣赏你当年选择挑战娃娃，还对其他男 rapper 说有种你就挑战娃娃，不像现在的男 rapper 都不接受女生挑战啊，输了就怕说啊连女的都打不过，赢了又怕说啊赢女人算什么本事？这么多年过去了，男 rapper 还是你有种，要不说你能生孩子。现在有了自己的女子说唱厂牌哈，特别好，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主理人嘛，我太明白一个厂牌的重要性了，它可以快速转移我们创作力枯竭这个事儿。哎，经常有人说娃娃新衣缝缝补补，排名忽低忽低。但不管别人怎么 diss 你，姐都支持你。你不知道，在我人生低谷的时候，就是你那首新衣激励了我。当时我产后抑郁嘛，整个人蓬头垢面的。当我听到你那首新衣的时候，真的特别燃，单曲循环。我觉得日子不能再这么过了。我买了一堆铆钉的皮衣，听着娃娃，抱着娃娃，铆钉把我娃扎的哭的娃娃。急得我婆婆冲出来说：“你在干啥？你快把娃放下！”我说：“你少管我，我在听娃娃。”感谢你啊，把我的产后抑郁变成了产后躁郁。娃娃加油！你永远不知道你影响了多少女人，可能确实也没多少，但永远有不姐一个哈。谢谢大家，我是步君。我真的在问他，坚定的是奶粉还是哺乳味啊？太牛了，舒服吧？说的也脆是吧？而且你说上场下场多干净利索，整个这一套行云流水，不像有的战队，这不干嘛呢？这是啊！这样，我真的不能忍了，我必须得让那个范老师出来说一说了。